比沙朗、比菲力都还要好吃的一块肉——豚肉上盖。我来教大家3种不同的比开亚的使用方式。一种是巴西烤肉，就要顺纹的这样子去切它。我们要做牛排的话呢，我们是逆纹切的。接下来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做成日式烧肉片。就这样子把筋膜拉起来，这样修。不要舍不得肉啊。对，你可以拉起来看一下，这样不要舍不得肉，贴着筋，这样子贴这块银皮，这样拿下来。这个是顺纹的，纹路是这样子。逆纹的，你可以看它的肉质是这样子。我刀子卡在这里，稍微动一下，银皮就在这啊。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子切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切，让它的面看起来比较大，比较漂亮一点。边角肉我们通常都叫它什么？稀有部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我们其实一直在讲牛排啊，我们之前烤牛排那个是纽约客，可是其实有一块真正我喜欢的肉，然后我一直没有去介绍，因为之前这块肉比较难买，可是现在这几年其实在台湾也越来越流行，其实都比较容易买到，那就是今天的主角豚肉上盖。豚肉上盖它就是牛屁股的最上面那块肉，然后这块肉它很妙，是它虽然是靠近屁股啊，像和尚头这些地方，可是它没有那么硬，而且呢，这块肉它有一个特别浓的风味，它风味是会比很多地方的肉还要浓郁很多。这块肉我第一次吃到呢是在巴西，对，在巴西的时候，他们叫这块肉叫比开亚，他们认为是比沙朗、比菲力都还要好吃的一块肉。然后那时候我吃到了之后呢，我就觉得哇塞，真的太棒了，这块肉真的太有趣、太好吃了。现在比较年轻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没有吃过巴西烤肉，如果说你没有去别的国家吃的话，有一阵子台湾其实很流行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在台湾吃到好吃的比盖亚。这次呢，我就去买一块，对，豚肉上盖来一整块，然后我们来教大家3种不同的比开亚的使用方式。比盖亚这块肉呢，它其实很特别，对，它跟我们很多吃到的肉长得都不太一样，一看就知道它有一块白白的，这块全部都是油。那很多人的确一开始就会把这块油整个修掉，就完全浪费这块肉。这块肉的这一块上面这个上盖的油呢，其实很重要，拜托不要随便把它修掉，好不好？可是它上面还是有一些筋膜啦，我们今天就来先修清看看。对，我们先把这个筋膜修掉。对，这个其实在这个上面的筋膜我比较不会在意啊，就是有点不好看，我看它不会爽，对，不是很喜欢。拿掉一点。如果是你今天要做巴西烤肉的话呢，这块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弄掉。除非你今天是要吃所谓的日式的烧肉的话，日式烧肉这块叫做什么？一基波，然后翻过来，这一块的确它就是没有修清的很干净，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修得很干净啊。那我们就把这个筋膜拿掉，这块就真的要拿掉了。其实都很好拿。就这样子把筋膜拉起来，这样修。对，其实这块肉的筋膜也很好修，我就尽量把这边修干净来。先把这一层膜拿掉之后呢，这边是筋膜跟银皮，对，那我们一样把它拿掉。其实有时候用撕的就大概可以处理掉了。那我今天这个是用这种比较软的刀子啊，它可以比较进去里面，可以很容易把它修掉。那你也可以用像这种金印，金印也很好用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挑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去修它。不要舍不得肉啊，对，你可以拉起来看一下，这样不要舍不得肉。这个如果留下来，你会后患无穷。贴着筋，这样子贴这块银皮，这样拿下来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，这一块啊，在台湾的番茄里面，它也是一个部位。对，它其实这个煮起来蛮好吃的，这个拿来炖很好吃。就是修下来，就是把它包一包这样，然后之后再拿来炖，因为上面一定会留一些肉上来。对，这其实很好吃，拿来煮牛肉面很好吃。哦，这个地方刚刚断掉了嘛。这个筋膜我都把它拿掉。修得越干净呢，你之后吃的时候口感就会越好。
那我们就先修到这里。作为同样上盖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到底要顺纹切还是逆纹切。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。一般我们吃牛排，像什么乐眼啊、菲力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在分切成一人份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是逆纹去切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样子切下去之后呢，一方面展示好看，一方面就是这样子可以控制客人到底吃到多厚的东西，然后比较不容易那个肉的纤维太长而咬不动，因为就算是很嫩的肉，它也可能因为纤维太长而咬不动。可是这一块肉，如果你今天要做巴西烤肉，它必须要是顺纹切的，而不是逆纹切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纹路长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一个纹路。我们今天要做3种方式，一种是巴西烤肉。巴西烤肉的话呢，我们就要顺纹的这样子去切它。等一下我会讲原因。我们要做牛排的话呢，我们是逆纹切的。接下来的部分，我们就是用修轻的方式做成烤肉，就是日式烧肉片。我先把烧肉片的部分拿下来好了。这个，看这就是顺纹切。然后这一块我们就来做巴西烤肉。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顺纹切，完全的顺纹切。对，再一块巴西烤肉，稍微切厚一点。这个也是顺纹切的。牛排的话呢，我们就逆纹切。看，这样就是逆纹切的肉。牛排我们吃3公分厚。那我们稍微来比较一下，这样切下来之后呢，其实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的肉，这个是顺纹的，纹路是长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逆纹的，你可以看它的肉质是这样子。其实这块肉啊，它很松散，可以看到说它这样子，其实稍微拨一下就会拨开了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肌肉的纤维很大条，它很粗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块块的肉，毕竟它是一个很需要运动的肉啊。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今天烤巴西烤肉的时候，我们逆纹切，因为巴西烤肉它很要求就是它要这样子，这块肉要这样卷起来，要这样卷起来。卷起来的时候呢，如果是这块，我们拿这一块这样卷的话呢，这一面就会是纤维。你可以看到纤维是这样子的，每一条纤维它的收缩力不一样，它所包含的那个胶原蛋白的量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粗细也是不一样。所以当你这样子去烤的时候呢，它巴西烤是这样子削下来吃，它会很细。可是你看，因为它纤维是这样子的，很粗，所以它可能会碎掉。你在切薄片下来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碎掉，会很不好看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每块肉不一样的状况，所以它可能会不同方式去挤压。你看这就知道啊，我只是稍微这样子拉一下而已。它不同方式去挤压的话，它的肉就会凹凹凸凸，很不平，所以你就很难这样子削漂亮下来。所以为什么巴西烤肉一定要这样子？就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它是顺纹切，它再怎么样收缩，我们都用铁钳去固定它，都不会太糟糕。对，最多就是这样子，第一片不 OK， 第二片就会漂亮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牺牲这块肉好了。对，这块是顺纹切的，这块是逆纹切的。逆纹切的，我们通常在吃牛排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切，那是不是我切多厚，你吃下去的纤维就是多长？我今天切1公分，我切2公分，切3公分，就已经决定你要吃到的纤维是多长了。除非你跟我一样，可以就拿一把好刀就这样子斜切，对，可是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一般客人没有办法，一般客人就是拿牛排刀在吃嘛。所以这块肉我们切下去的时候呢，我就决定了它的纤维是只有这样子的。我切下去，一般人大概切个2公分吧，所以我2公分的纤维只有这么长，就这样子。对，一般人吃大概就是切这么厚。所以它纤维是很短的，跟这样子比起来，它们两个纤维是差很多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纹去切，就是这样的原因。这个是巴西烤肉用的，这个是等一下牛排要用的。那我们来切烧肉用的吧。烧肉用的部分呢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上盖肉就修掉了。它在烧肉日式烧肉上面，它就是一个多余的，它就是看起来会没那么精致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要直接把它拿掉。其实它很好拿掉啊，因为它就是一块银皮在上面。很多人说这块很难修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。对，我们就是这边，你也可以就这边开一刀啊，这样子拉着它就下来了。
我已经把银皮跟肉分开来了，所以我就这样子，就跟切鱼皮一样。好啦，你的银皮就在这啦，银皮就在这，就剩下一点点肉，拿去煮汤，好不好？那剩下的你就再稍微修清一下，认真修一下。以及包这块肉吼，它真的很好吃。如果你吃过烧肉的话，你就知道它真的很好吃。所以一块豚肉上盖，我们就是可以分好几种吃法，对，一样。把银皮拉出来之后，开始拉皮拉肉。对，我刀子卡在这里，稍微动一下，让肉去吃进去刀子里面。这样就好了，不用在那边慢慢刮。对，有一些网络上面影片，慢慢刮，慢慢刮，干嘛？凑影片时间？不用，拜托，很好弄的好不好？这块也要做烧肉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右手弄脏的话也无所谓，可是我右手喜欢拿刀的时候不要弄脏，就这样拨一拨，这块肉很妙，它就是拨一拨就会下来，对不对？需要在那边慢慢削，慢慢削，拜托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个不完整的地方就看你要不要修掉。那我要给比尔熊吃的，我不管他，就留给他。这2块看起来就很精肉，对不对？如果可以拿去冰到大概2度的时候再来切啊，切起来会比较漂亮啊。那我们就把它包起来拿去冰。这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来塑形。我们来把这个肉稍微塑一下形，再拿去冰，等下会比较好切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，我们尽量把这个切面啊，把它压好，对，把它压好来，不要让它扁扁的。对，这个切面我们尽量让它把它压成圆柱状的。所以我们第一包的时候就要把它包好来。那因为我今天都是切边角肉啊，所以没有那么漂亮。如果是那种肉，包起来就会很漂亮。把它拉到一个比较漂亮的状态。对吧？每个人塑形的方式不一样，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我厉害的人啊，这只是我自己的方法而已。不一定要塑形啊，其实不一定要塑形，只是我喜欢塑形之后的切感。边角肉我们通常都叫它什么？稀有部位。不是吗？你看。今天就告诉你，我今天那么大块豚肉上盖，只取出3小块这种肉，这就叫做稀有部位，好不好？下次你去看到稀有部位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是什么地方。你自己说这次去是不是所有削下来边边角角都说是稀有部位，对不对？因为修清到一个程度，最后就是稀有部位了。这个超稀有，好不好？你看那么大块的肉，只有20%多少？20%有这个部位，对，可利用率只有20%。来卖你50001公斤。多稀有！现在我们来切烧肉片，我们来切日式烧肉片。我刚刚稍微把它拿去冷藏下，其实也不会差太多的硬度。如果你希望很好切的话，那就请你去把它冷冻一下。它是冷藏肉啊，所以我就不是很想冷冻它。看它的肌肉纤维在哪里，你可以看它的肌肉纤维是这样。然后如果你希望它可以比较粗壮的话呢，你就要可以把它就是再斜一面，现在它长这样嘛，实际上是一条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是要这样子切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切，让它的面看起来比较大、比较漂亮一点。第一刀，我们2个人吃得完吧？我要吃多少东西？就整条一鸡包要吃掉。太夸张了吧？要不然呢？它那一块几公斤？2.2。哇，一个人要10公斤哦。我刚刚有修掉一些肉啊。所以1人1公斤啊。哦，好，可以啦，可以，你可以，相信自己。
那建议大家就是在切这个烧肉片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切很薄啊，可是就还是要拿好一点的刀子来，好不好？对，用留刃、用金银都可以。那我们就不用摆太漂亮啊，反正我也不会摆。我刚刚是取那个前面跟后面两段，基本上味道差不多啊，可是会有一点不一样。这块我们先研究一下它的纤维长什么样，这样子对不对？那像这个就太长了，对，太长了，我们就一定要处理一下。哦，旁边有一些不喜欢的地方，我把它处理掉。对，看纤维长这样，纤维长这样，尽量就是用一个方向去，跟生鱼片一样，一个方向去切。那像这种边边啊，怎么办？边边我们把它切蝴蝶刀，不要切断，这样子摊开来，就一样是看起来是完整的一块。对啊，这招一定要学起来。那看起来很瘦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肉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瘦。可是它瘦归瘦啊，它味道很好，风味很够。常常会觉得说那个肉的风味其实应该是在油脂里面，其实不一定。哦，我会切太大块。那我们需要改刀吗？稍微两面刻花，你看它一切完，这种腿肉就这样，一切完之后，它立刻就开始肌肉就开始收起来，是在处理过程中就会很容易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肉。切厚之后再来切花。肉太软就是很讨厌，或我是懒得再冰的啦。那我们烧肉片就大概先这样子，我摆得很丑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下就要吃掉了，加油！好，现在我们来串肉。巴西烤肉的串肉方式呢，就这样一块肉，然后我们把它挤这样。挤这样之后呢，理论上原本应该是有一个很长的像剑一样的那种烤串的，说在台湾真的买不到啊，我真的觉得莫名为什么买不到，所以我只好用这种细串，然后我们串2只，让它不要乱滚。哦，串这个我觉得好危险哦，不要插到我自己，不要插到我自己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呀啊，好啦，下次大家抖内我去买一个那个，从中国买，我看到中国有啊，这样就把它串成这样子，一样把它这样子卷起来，圆圆的，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2块这样子弄啊，可是我这边没办法。好啦。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巴西烤肉的配置，就是长这样。那牛排嘞？牛排要干嘛？牛排没有干嘛，就这样直接拿去烤。对，看你要不要修一些什么东西啦。可是我就说啊，我不喜欢修牛排，我喜欢那个油啊，我就是喜欢那个油，怎样？对，你们要修先自己去修啊，我不爱，我就是喜欢那个风味在上面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有人会腌，那你腌肉的话呢，你要提早40分钟到2个小时去腌它，撒盐去腌。那巴西烤肉不用，巴西烤肉它最后是要撒盐在上去烤的。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要烤，对，我们要先去生火，就这样。好，去生火，拜拜。那我们一般呢，烤肉的话，我们会设一个低温区跟高温区。这边就是我的高温区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火很旺的，火很旺的这是高温区，这个旁边就是我的低温区。烤肉一定要设这个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哎。
这一块应该烤到7分熟了，这颜色超赞。它不会硬，就完全不会硬。我这旁边几乎你看这样等于全熟了吧？可它完全不会硬。这块真的好吃哎。它全熟的风味还是很棒。这样等于就是一个零失败的一个烤肉的方法。